有缘人2025年 AI 来袭，几乎 99.99% 的人都会被打败。未来唯一打败 AI 的就是东方的修仙，以后要么成为机器人，要么成为仙人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被打了封印的神，一旦唤醒自己，就可以爆发强大的力量。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玄学的尽头也是科学。一物降一物，神仙克怪物。那么人到底能不能修炼成神仙？如果可以，科学原理是什么？人能操控暗物质和暗能量吗？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会恍然大悟，世界真的很多奇迹等着我们去探索。我们先就来解析一下修仙的科学原理。首先，科学里的物质、能量、信息分别对应中医讲到的精、气、神。爱因斯坦发现，能量物质 X 光速的平方，用科学验证出了物质和能量是可以转化的。那么能量和信息也是可以转化的。信息、能量 X 光速的平方，这一点可以让后人用科技去验证。也因此，精、气、神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精生成气，气再生成神。一个人的神情和姿态都是由体内的气决定的，而气是由精决定的。精尽则人亡，精、气、神之间的转化公式则是精、气 X 光速的平方气，神 X 光速的平方。也因此中医里讲一滴精10滴血是有道理的。道家的修炼方式是先炼气，再化精，然后再结丹。丹就是物质，其实就是把生命逆向循环了。俗话说，顺成人，逆成仙。生命一旦逆向循环，就回归年轻了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复归于婴儿，人老反童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，三维世界的极限就是时间，只要有物质存在，就不可能达到光速，达不到光速就超越不了世界的极限。所以三维世界突破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让物质消失。这不就是道家讲的要让肉体消失吗？要想修炼成仙，必须突破肉体对我们的限制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五味令人口爽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色令人目盲。我们生命的升级都被肉体的欲望束缚了。这也就是佛家讲的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为什么要六根清净？因为只有六根清净，才能突破肉体对我们的限制。心经里说色即是空，意思是一切物质的本质都是能量，而能量的背后就是信息。物质是有形的，能量和信息都是无形的。一切能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物质，都是由一系列看不见的能量和信息组成的。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，无形的决定有形的。科学家们发现，现实世界只有4%的物质是可以看到的，
剩余 96% 的是暗物质，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暗物质支配世界的运转。心理学家发现，我们头脑中只有 5% 的念头是有意识的，剩余 95% 的念头都是被潜意识支配的，恰恰是这些感受不到的潜意识支配了我们的行为，这就是冰川理论。所以一个人修行到一定程度，可以借用无形的能量去操控有形的物质，这在世人看来很不可思议，是魔法一般的效应，但是对修行人来说是很正常的能力。这就是道家很多法术的原理。也许你觉得有点玄幻，然而这2年你应该在自媒体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玄学视频。道家高人在这里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，他们所展示的已经很内敛了，因为平台不允许，多数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存在。然而现在宇宙慢慢允许了，末法时代也是他们需要慢慢走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了，但是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你也可以回顾一下自身，如果你感知能力比较强的话，也是会感觉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的。你要知道，人的认知是很有限的，尤其是没有修行的人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只要开始感知周围无形的能量，比如气场、感应、共情力、心心相印，可以尝试去捕捉这些东西，然后长期锻炼，逐渐的就会有一种操控现实物质的能力。我们也可以逐渐尝试摆脱肉体对我们的限制，比如其实就是让肉体在绝对平静的时候可以做到不起心动念。人在不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往往就没有能量消耗了。人一旦没有能量消耗，就可以不用再补充世俗的物质了。那么普通人为什么很难修炼成仙呢？因为我们时刻都在起心动念。俗话说，一念起，万水千山；一念灭，沧海桑田。人一个念头包括很多信息，而这些念头的背后都是能量，能量的背后又是物质，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消耗能量，就得从外界需要补充物质，然后周而复始，身体逐渐衰老，直到细胞不能再分裂，生命开始消亡。为什么庄子可以成仙？他晚年已经不食人间烟火，靠西风引路就可以生存，因为他已经不起心动念了。人一旦不起心动念，也就没有能量消耗了，生命就会一直持续下去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死而不亡者寿，也就是《心经》里说的状态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。当我们修炼出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不再起心动念，就到那层境界了。爱的本质，它不仅是人工智能，更是爱，因为爱就是爱的汉语拼音。这不是一种巧合，而是宇宙给人类的暗示和礼物。未来能打败 AI 的只有 AI 本身，人工智能唯一的天敌就是爱。爱是人类最后一个堡垒，
上帝为什么把爱赐给人类？因为人类现在太缺爱了，几乎人人都缺爱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全是冰冷的利益和交换，整个社会太缺乏人文关怀，冷漠、自私、麻木，情绪化成为主流，大家熟视无睹地擦肩而过。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就围绕我们身边，甚至操控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却丝毫没有觉知。因为普通人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身体只能感应到某种频率范围之内的东西，比如普通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频率范围在380到750T 赫兹的光，普通人的耳朵只能听见20到2万赫兹的声音。然而世界上很多光和声音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，超出这个范围，人类统统感受不到。比如地震到来之前是有声音的，动物就能听得见这些声音，人的耳朵却听不见，所以地震来临之前鸡飞狗跳，人类却毫无感觉。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东西被科学家称之为暗物质和暗能量。根据宇宙学模型的预测，暗能量占 68.3%， 暗物质占 26.8%， 可见物质仅占 4.9%。 所以世界上太多东西围绕我们，我们却丝毫不知道。修行就是为了打开身体，从而感受到这些无形的能量。修到一定程度的人，可以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调动一般人调动不了的能量。这种神奇的能力，西方人称为魔法，东方人称为神通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被打了封印的神，我们本来都有各种神奇的能力，但被我们后天的贪嗔痴给深深掩埋了。人为什么要修行？就是为了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。一个人的思维通了，经脉通了，就能唤醒这个能力。每个人的先天能力不一样，有人是千里眼，有人是顺风耳，有人可以药到病除等等。没有这种能力之前，我们总觉得它很神奇，但是拥有这种能力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它很平常。但是普通人千万不要迷恋神通，因为使用神通有3大原则：第一，不能用来炫耀；第二，不能做利己的事；第三，不能用来做坏事，否则必遭天谴。既然这样，普通人拥有神通还有什么意义？它就是修行的副产品而已。甚至拥有它会成为一种负担，因为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一旦你有了神通，在关键时刻就得去救人，而每使用一次神通就会损耗你的能量。但是缘分到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得去救人，所有很多时候你会身不由己，无官一身轻。做个普通人挺好的。那些奢望利用神通去谋功功名的人，更是异想天开。真正的得道之人都跳出了3界外，不在5行中。功名利禄都是3维世界的东西，他们早就挣脱这个维度的枷锁了。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凡是在大众面前公开展露神通的人，
必定都是江湖骗子。这段话请大家记住：心善可通神，德高能镇鬼，仁慈能伏煞，艺高能御邪正气可降妖，坦荡能驱魔，理功能化力，谦卑能聚气，和气能生财，智慧破顽愚，慈悲攻法起，冷漠攻法失，诸善奉行，诸善奉行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AI 时代，所有的人都会被淘汰，只有觉醒的人才能升华，他们甚至会超越机器人。中国是神州大地，每个人都是被打了封印的神。孟子说，人人皆可为尧舜，心诚则灵。只要你足够的正心正念，诚心诚意，你就可以练出这种非凡的能力。 AI 的本质是智能，智能的背后是智慧，智慧的背后是慈悲，慈悲就是爱。人类起源于爱，人类的本质也是爱。 AI 在倒逼人类觉醒，强迫人类回归自己的根本属性。人类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去爱的能力，去爱这个世界，去爱你身边的人，去爱每一个细节，充满热情、感恩、希望的去生活，这就是人生的最终意义。有缘人，欢迎来到全民修真时代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你怎么看后疫情时代？你对如今经济大环境怎么看？这就是离火大运。当繁荣浮华被无情戳破，人们被迫意识到，房子似乎不是安全感，婚姻也不是，政府更不是。我们作为个体被赤裸裸地推到了台前，仿佛裸奔，没有遮羞布了。无意识时代结束了。19世纪帝国主义打开亚洲的大门，中国和日本暂时建立合作，以抵御西方的侵略和开启落后的现代化进程。直到1937年，中日之间战火燃起。在此前，甲午战争后，中国人去往日本学习现代化的制度和技术。如今距离甲午战争100多年过去，中国早于2010年超越日本，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。而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第一经济体的实力，所以没得卷了，到头了，竞争时代结束了，且无可逆转。是时代变了，时代变了，时代变了。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。以前有集体、国家、家族、父母、婚姻、其事业单位依靠，以后可能没有了，也不一定靠得住。你要和自己相处了。有的人猛地停下来，甚至无法跟自己相处。你要练习躺平了，你要面对真正的自己了。如果说过去是全民主动、被动追逐物质财官的时代，现在是全人类补印时代了。这么说也不准确，准确的说法是补精神意识训练，是对意识觉察及精微的观察和链接，这就是离火的能量。
千百年来，从古至今，无数先人发现过各种从内塑造自我的方法，西方东方都有，只不过没有普及开来，只有少数人会实践和坚持，大多数人被欲望带跑了，甚至跑得老远，而古代底层百姓又接触不到这个。很多人去算命，算的什么？事实上，荣格就说过，是潜意识在操控着我们的人生，而我们却称之为命运。当潜意识被呈现，命运就改写了。觉察意识是选择的开始，而选择是改变的开始。有些人总是懒得做冥想或者觉察练习，但是如今没得选了。3D 现实可供我们转移注意力的地方不多了，甚至可以说，离火是全民修真时代。你的能量或者气就是新时代的数字货币，很不可思议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欢迎你来到真实的世界，而真实的世界，你的能量说了算。恭喜你，你自由了，但你可能还不太适应这份自由。你太习惯依赖集体环境，这个集体环境小到家庭父母，大到企业政府，我们一边依赖着，一边抱怨着。而如今，铁饭碗也不再是铁饭碗，企业可能一夕崩盘，被各大厂公司辞退的人不计其数。刚毕业的年轻人甚至简历都不知道投向何处。拿自媒体打比方，自媒体是最小微型的创业，现在可谓是人人自媒体时代。你想表达随时可以，到处是平台，但人人自媒体时代，你是怎么被看见的？是你的意识能量决定的。全民来真的，没虚的，70亿人都一样。以前你为了房子工作，你为了儿女工作，你为了父母工作，你结婚，你生儿育女，只因为所有人都这样，像是70亿人在演一个剧本，我们不知道导演是谁，在哪，只是大家都这么做，就这么做了。突然有一天，咔，疫情了，然后全都停止了，像是导演突然喊了卡，再然后也没恢复，世界好像突然就乱套了，或者说变了，就剧本回不去了，新剧本导演居然不发了，跑了一辈子，顶级豪富恩手准备把钱送出国，被老美全吸收了，企业也岌岌可危，中产地位不保，半生忙碌为了啥？普通百姓倒是还挺普通，以前没卷过，现在也没方向，剧本突然就乱套了。只有你的心还是你的，你的心有新的路径，新的方向，这一次没有剧本了，你要先打开你的心。这事情说难贼难，说简单也贼简单，因为剧本、时间都不重要，本来就不重要，重要的自始至终都是你自己和你的心。先断奶，忘记旧的剧本，然后深呼吸，深沉的呼吸，去倾听，倾听你心的声音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唱歌吗？
他在开心还是伤心？他有没有很委屈？他想休息还是想去玩？这一次没有原生家庭，也没有单位企业了，你只是你自己。你也许想在天上飞，于是你和鸟融为一体；你也许想去海上捕鱼，于是你起航成为了路飞；你也许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梦，那个梦里有你的心之所向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科技到今天为什么不发展了？科技是不想发展吗？我们知道，物质世界对应精神世界，也就是说，一切熵增世界的感知取决于熵减世界。现在没得增了，增量暂时到头了，你的精神被物质世界充满，还怎么创造？从最小的细胞到最复杂的人脑，万物的起源到底是什么？有没有一个开端？又有没有一个结尾？我们若想探索这些，探索未知，就必须拥有一个既能摆脱的限制，不受影响，又非常敏锐活泼的意识。这件事难吗？我们真的能拥有如此活泼又不受限制和机械化的意识吗？它真的可以毫无恐惧，毫无自我中心，又毫无自恋倾向吗？它真的可以既不是集权又不是待宰的羔羊吗？它真的能保持觉察而不被卷入无意识的洪流吗？ So， 欢迎来到熵减世界，一个全民修真时代。何为修真？修真我，即修正、觉察意识、转化能量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你的新时代向导之一，修心思维。这就是一个众神归位的时代，一个新的时代，而我们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心神归位。那么你的神呢？他归位了吗？2025年能量巨变，很多人将被淘汰，也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绝佳之年。心神归位活出真我的人，不仅创造自己，还创造世界，而丢了神的人则会被无情淘汰，尤其进入离火，一切都加速了。你感觉到了吗？显化巨快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暴力时代彻底过去了，暴力只能存在于产品短缺、信息不畅、需求粗放的时代。现在这些条件都不存在了，经济即将进入下半场，下半场就是众神归位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各尽其才，各司其职，各显神通。它是创造，每个人必须认识自己，深挖自己的天赋和使命，创造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曾经很多人的发家看似是能力，其实更多是胆大、投机和变通的产物。很多人赚到钱了，就以为自己大功告成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他们全然忘了投机取巧必招灾的规律，所以这2年开始还了。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，它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自动出现一次财富重组，就是俗话说的富不过3代，穷不过3代。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，
那些凡是企图把大量钱财直接留给后代，让他们继续作威作福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得逞的。还可以发现，那些后人可以继续发光发热的家族，往往都是因为传承了爱读书或者某个良好习惯。所以真正能留下来的不是财富传承，而是文化传承。比如曾国藩用一部家书确保了整个家族的浓厚的文化氛围，子孙后代昌盛，凡是出来混，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曾经在第8土运，很多人通过机遇或资源支持获得了成功，于是就飘飘然起来，错把偶然当必然，被胜利冲昏了头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。这叫贪天功为己功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想想这些坍塌的人，有几个人的贡献能配得上自己的财富？真正具有伟大使命的人，来到这世间，不是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那个人，他来到这里只会携带与此使命相关的福报降世。何为使命？那件你无怨无悔也要去做的是急事。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，有必要显化巨大财富的前提下，他可以调动这些财富助他完成使命，仅此而已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唯有智慧穿越时空维度，智慧才是这世间最顶级的利益。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天要护一个人时，是不会让他在物欲中迷失灵魂的。低谷、动荡、人生挫折，这些不过是敲打灵魂的戒尺。大富大贵是体验，贫困艰难亦体验。从体验中觉悟生命真谛，是所有体验的根本。觉悟生命本自具足的圆满，不迷失本心，即觉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狠的人问：现在做一个好人，或者凭良心做事，还能赚到钱吗？凡是发出这种疑问的人，基本上都是一直不太成功，因为他不相信美好，内心已经放弃成长。我从未见过一个自律、勤奋、爱学习的人抱怨命运不好的，也从未见过一个自信、坚持、踏实的人抱怨社会不公的。人们对于外界的抱怨，很多是因为在逃避内在的成长。最厉害的人，不是从不失误，而是从没放弃成长。成长才是真正的人生大事，才是我们一生的主题。决定我们成长速度的是我们坚强的意志、开放的思维以及自我审视的勇气。世界从不会辜负那些一直在努力并且不断反思自己的人。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，只要能将技艺达到无人能及的精湛程度，只要攀登到了本行业的顶峰，所见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。尽管我们所处不同领域，但是人生的境界越高，所看到的风景越相似。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很多时候我们互相坚持己见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爬得还不够高。在山腰上的人总是各自看到一片天，但是在山顶上的人，一旦窥见全貌，
才发现大家殊途同归，人必须来一场灾难，才能痛醒，才能从根本上把思维给扭转过来。如果不能回归传统文化里的精髓，克己修身是没有希望的。每个人必须开始精耕细作，脚踏实地耕耘好自己，深挖自己的天赋和使命，找到自己存在的更好价值。只有这样才有出路。人人皆神，人人皆佛。你只能知道曾经发生的事实，知道事实意味着你是以旧有的眼睛在看，而一即混沌，即六识俱全，即不需要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外在世界。到二则有了分别，比如阴阳，比如男女。混沌就是道，善与不善，美与恶就是分别，而离火也是分别之火。真正识了分别不同，才能回归道。匮乏通过富足才知道自己是匮乏，是贬低，是否定，是不认同。富足则通过匮乏才知道自己是富足，是给予，是认同，是肯定。混沌寂静就是一，那里无分别，没有其他的真相了，没有任何动机，也没有对抗。动机和对抗都是分别，而无分别的寂静觉察，就是你的神，它一直都在。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找到自己的元神，找到那个真我。每个人都由3个身份组成：本我、自我、真我。本我是人的动物属性，遵循快乐原则，受本能驱使，食色性也。自我是人的社会属性，遵循现实原则，受利益驱使，追求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、名声。真我是人的精神属性，遵循道德原则，受理想驱使，追求精神认同感，如信念、爱情、灵魂。本我最低微，它时刻在起心动念，包括很多野蛮原始的冲动。自我最现实，它时刻在权衡利弊，盘算着周围的人和资源。真我最高维，它时刻在头顶审视着你。真我也就是你的元神，它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。一旦你找到了它，并利用了它的力量，那么做人做事就有如神助，可以顺风顺水。这世界上真正阻碍你的不是能力、时间、方法、步骤，而是傲慢、偏见、情绪化、狭隘和无知。是这些心魔捆住了你，唯有真我，也就是你的元神，才能真正的拯救你。人生的意义在于找到真我，回归真我。古今中外的智慧书籍和伟大思想都在帮助人们找到真我。毕竟一个人的很多东西都是由真实的自己掌握的，比如天赋、使命、特长、潜意识等等。人的修行就是增加真我的比例，做一个成功修行者，真实的人，有缘人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
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元神归位，愿你超越世俗的束缚，踏上属于自己的修仙之路。每一次的觉察与觉醒，都是你灵魂的升华，都是你走向更高层次的起点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